大人近日在京中忙着迎娶新妇入门，夫人写的家书，大人看都没看。今日钱老奴前来给夫人一个交代，和离书已经签好。苏湛怎么不来？大人说了，自己想娶之人，从来不是你。苏湛，我倾心于你，嫁给你，换来的却是你10年的冷暴力和伤害。若有来生，我薛宁发誓，定离你远远的，绝不再做你的妻。姑娘，快别睡了，今儿是江夫人生辰，世子爷刚回府。宝蟾，我这是在朝华阁，我怎么回来了？我的脸没毁，身上也没有烧伤的痕迹。哎呀，姑娘放心，东西奴婢都准备好了，春酒已经送去前厅了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10年前给苏瞻下春药的这一天。前世就是因为这杯酒，我彻底沦为他眼里的不知廉耻的荡妇。若他喝下，我便只能被迫嫁给他，重演上一世的悲剧。哈哈哈哈哈！苏公子，您的酒。不要喝！薛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阿宁记得夫人说了，让阿兄少喝酒，这酒放冷了，回头写字手会发抖的。阿宁有心了，这丫头也是太关心他阿兄了。自从我薛家战死，是江夫人力排众议，将我接到侯府，视如己出。上一世我却连累她伤心难过，这辈子我定要好好报答她的恩情。夫人，那阿宁告退了。还好赶上了，只要洗干净就死无对证了。苏瞻，这辈子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又在做什么亏心事？世子没什么，我看这酒壶脏了。薛宁，你以前恨不得整个人贴在我身上，今天你这是在怕我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瞒什么。别碰我！薛宁，苏瞻，如果这辈子还要和你纠缠，我宁愿溺死在这条河里。来人，快来人，叫大夫！郡主，世子爷怎么抱着那个薛家孤女？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手段倒是高明。郡主息怒，太后娘娘有意让您与宣义侯府结亲，您才是未来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那个薛宁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您争？我堂堂郡主，屈尊降罪来到这侯府，就是为了嫁给苏瞻，绝不容许任何人挡我的路。走，去小厨房熬碗姜汤，我们去看看世子哥哥。姑娘醒了。夫人，阿宁，你可算醒了，吓死我了！要不是你阿兄将你救起，这大冷天的可怎么得了？阿宁姐姐总算醒了，世子哥哥为了救你，连衣服都没脱就跳进冰河，方才连打了好几个冷战，险些也染了风寒呢。上一世看到这幅画面，我会极度发狂，如今再看，只觉得无比庆幸。这辈子你们怎样都与我无关。多谢世子救命之恩，劳郡主挂心了。以前一口一个阿兄，今日怎么改口叫世子了？以前是阿林越轨了，规矩不可废，日后阿宁定会小心谨慎，绝不再给世子添麻烦。欲擒故纵。
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连命都不要了，现在又装什么身份？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世子哥哥，你身上寒气重，堂儿陪你去喝碗姜汤吧。你这刚醒，身子还虚着，我去前头小厨房看看，亲手给你熬点补汤端来。有劳夫人了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再重蹈覆辙。宝蟾，我饿了，我们今晚一起吃一碗阳春面吧。奴婢这就去给姑娘做。这不是常年躲在院子不见人的薛姑娘吗？怎的如今才及笄，便巴巴的往祖母面前晃悠？侯府的庶出子女们，上一世我为了讨好苏瞻，对他们3人一忍再忍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折辱。这一世，谁忍谁是孙子。我来给老夫人请安，二哥请让开。我姓苏，你姓薛，你何时成我妹妹了？二公子，你快放开我家夫娘！放开！昨儿落水，你是故意让大哥抱着你给全府的人看到的吧？何必今日又在此惺惺作态？老夫人，夫人，阿宁有话说。何事？阿年承蒙侯府照顾多年，无以为报，今日有个不情之请，阿年想求老夫人一个恩典，允许阿年正式认江夫人为母亲。薛灵，你可想清楚，你若称她做娘亲，日后便与你的世子兄成了兄妹，大家和和气气，可别生出什么龌龊的心思来。阿宁心中从来都只将世子当作阿兄，别无他念，永不后悔。好个别无他念！以前天天像个甩不掉的尾巴一样堵在我的书房外送汤送药，如今却当众撇清关系。既然这丫头懂事，那便选个黄道吉日，给她办个认亲宴吧。既如此，那我就正式认阿玲为女儿。我一直就想生个女儿，如今也是终于如愿。多谢老夫人成全，为感念侯府与母亲的恩德，阿宁愿即刻前往佛堂抄写经文100遍，为老夫人和母亲祈福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去吧。过来，坐这儿。不敢打扰世子清修，阿宁坐这里就好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阿兄，放开，我自己可以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想做我妹妹？昨晚才想好的。哼，好好抄经。只要能摆脱你，别说做妹妹，就算让我绞了头发做姑子，我也愿意。阿宁，听说你认江夫人为母了，在这里抄经书，我特来陪你。世子哥哥，人人都说你写的一手好字，可不可以教教我？上辈子你们便是一对璧人，这辈子你们自己慢慢纠缠，我绝不奉陪。既然郡主想学，这位置便让给郡主，不打扰阿兄和郡主，我先回去了。玲玲，你瞧瞧这位，这是兵部侍郎家的嫡次子，为人老实本分。你若嫁过去，上面有长嫂管家，你只需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便成。全凭母亲做主，只要对方品行端正，不嫌弃阿年孤女出身便好。你这孩子，婚姻大事岂能如此草率？你老实告诉娘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你阿兄？惦记他，我恨不能生生世世与他死生不复相见。不，母亲，阿宁绝无此意。阿宁谁都可以嫁，只要那个人不是苏瞻就好。
只要不是我，当初日夜纠缠，死死扒着我不降，如今为了逼我救父，连冥界和婚事都可以拿来做赌注。薛宁，你真是好心机。见过阿兄。阿兄，你这是何意？世子爷，你弄疼姑娘了。薛宁，你刚才在里面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谁都可以嫁，唯独不嫁阿兄。好，很好。薛宁，你最好是真的想嫁给别人。若是让我发现你是在欲擒故纵，玩这些找退路的把戏，我定让你后悔莫及。后悔莫及？上辈子我怀着你的骨肉在雪地里苦苦哀求，你却听信他人亲脚踹掉我的孩子。苏瞻，这辈子我便是死，也绝不重蹈覆辙。苏瞻，我求你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，别这么残忍！孽障！我的孩子，别碰我的孩子，痛，好痛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奴婢这就去叫人。世子爷，您快看看我家姑娘吧。姑娘到了夜里就一直发热，刚才又陷入了梦魇，满口胡话，怎么都叫不醒。奴婢实在是没有法子了。药给我。喝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你，走开！薛宁，你简直不知好歹，连我喂的药都要吐出来，那以后你就是病死痛死，也别再闹到我面前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宝钗，送世子。姑娘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刚才的梦魇是在提醒我，上一世那个未出世便被亲生父亲踹死的孩子，实在死得太远。明日恰好也是父兄的忌日，我必须去一趟镇国寺，给他们也给那个可怜的孩子烧一炷香。宝钏，去多备些香烛纸钱，明日一早套车，我要去一趟镇国寺祭拜。姑娘，外面雪下的正大，您的身子才刚退热，明日怎么能出城呢？我没事，明日必须去。还有宝钏，你替我办一件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晓。薛姑娘，世子爷今日是来办案的，你能不能别再死缠烂打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家姑娘是来上香的，谁跟踪世子了？薛宁，从小到大你总是撒谎。镇国寺偏远，风雪又大，你偏挑今日来上香。他永远都是这般自以为是。属下知错。世子，现在相信了吗？我薛家满门男丁战死沙场，今日是我父兄的忌日，我来祭拜我满门忠烈，难道连这也需要向你撒谎吗？难道我真错怪薛宁了？往年他都会求我陪他来，可今年他却一个人默默来了。既然祭拜好了，时辰不早，该回府了。世子先行就是。阿宁今夜想留下来陪父母和兄长。这大晚上的，你一个姑娘家留在寺中，世子不用担心我的安危，请便。世子慢走。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他这般伶牙俐齿？姑娘，这是要干嘛？今夜这屋子睡不得。上一世的今夜，侯府那两位好妹妹买通了好嬷嬷，将曹锦那个畜生引来我的禅房，企图毁我清白。那时我百口莫辩，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，同样的当，我绝不会上第二次。我让你拿我的那只玉镯，借苏瞻世子的名义，去给玄英卫报案，说有贼人潜入镇国寺偷窃，你可办妥了？姑娘放心，奴婢花银子雇了可靠的人去报的信儿。算算时辰，玄英卫估摸着已经在寺庙附近埋伏好了。好，
今夜我们就来个请君入瓮，把灯熄了，我们去院门外守株待兔。世子动作清闲，里头睡着的到底是侯府的姑娘，别弄出大动静。本世子今晚定要生米煮成熟饭，不用你老婆子多嘴。小美人儿，本叔也来疼你了。怎么硬邦邦的？不好，中计了！抓贼啊！有人进禅房偷东西了！放开我！世子是姬星博世子，你们敢抓我？曹世子既然不是贼人，半夜3更潜入我的禅房做什么？本世子那是……曹世子，人赃并获，有什么话回府衙大牢里慢慢说吧。带走。贱人，敢阴老子，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！姑娘小心！血娘！难道好不容易重获一世，就要这样结束了吗？镇国侯世子李长策，怎么会是他？上一世也是他救了我。多谢大人出手相救。阿宁他是我宣义侯府的人，把他给我吧。宣义侯世子连自己的义妹都护不住，还有脸从我的手里抢？这是我宣义侯府的家事，不劳殿下费心，把阿宁交给我。世子，姑娘浑身湿透了，求您别拉扯她了，先让她去暖娥吧。别过来，苏禅，我死也不要再和你有任何瓜葛。别，求你别把我交给他，我怕。世子，听清了，他不想跟你走。你什么时候认识李长策的？我不知道世子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李长策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跳冰池？那又如何？世子既然觉得我不知廉耻，那就离我远点。薛宁，你好得很。刚刚府里的下人来报，让姑娘和世子速速回府。想必没什么好事，走吧。这簪子是世子哥哥亲手给我买的，我很喜欢。堂姐姐戴着簪子真漂亮，世子哥哥的眼光就是好，哪像某些人一辈子也戴不上。薛灵给老夫人请安。祖母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薛灵昨夜不仅被曹世子推进了水里，还被一个陌生男子捞起来，在外面败坏了咱们侯府姑娘的名声，让我们几个姐妹日后怎么谈婚论嫁？阿青，别胡说，年年是受害者。大伯母，我哪有胡说？被外男碰了身子就是不洁，不如早些将他赶出去。四姐姐这话说的好似人在当场似的。若依四姐姐所言，落水被外男救起便是失了清白，那前些时日世子也将我从冰河里抱回院子。薛宁，你想得美！世子哥哥也是你一个孤女能高攀的。母亲，当时镇国寺大家穿着厚冬衣，不过失了水，哪就将身子看光了。行了，都是自家姐妹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
薛宁，你回去梳洗吧。这支新打的红珊瑚花簪，给你。世子的赔礼太贵重，阿宁受不起。收下，女人家的首饰不嫌多。我如今及笄，世子是外男，随意送我首饰，与理不合。薛宁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世子自重，我是侯府新任的义女，与世子只是名义上的兄妹。那个小贱人，如今认了江锦娘做母亲，在这侯府里越发猖狂了。母亲别急，这是我托人弄来的烈性春药缠情香。不错不错，再找个最粗鄙的男人，明日认亲宴，等他药效发作去了听雨轩，我要让全东京的权贵都来看看他这副荡妇的模样。我看他身败名裂后，还怎么在侯府抬得起头？郑国侯府世子李长城到。江夫人，在下带好友薛林表兄陆思剑，特来恭贺薛林妹妹认亲之喜。多谢李世子，也劳烦世子替我谢过表兄。李世子，这是我宣义侯府的家宴，似乎并未给你下帖。陆兄托我前来，苏世子莫不是要将客人赶出去？哎呀，都是误会。张儿，快坐下，李世子也请入座，宴席马上开始。真好。阿莲妹妹，以前是姐姐们多有得罪，今日姐姐敬你这杯酒，就当赔罪了。日后我们姐妹和睦相处。缠情香，上一世苏西与马奴早有勾连，却想用缠情香嫁祸于我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你如何作茧自缚。大姐姐，请。薛姑娘今日是主角，快来选个搭档。薛宁，只要你主动邀请，本庶子就陪你一次。多谢好意，不过阿宁无需与他人组队，自己便可。大家随意投便是。小狗儿，好热，怎么这么热？药效怎么还没发作？这梅花酿倒有些嘴人，我头晕的厉害，去听雨楼歇息片刻。诸位先玩。那个小贱人已经进听雨轩了，你现在立刻去听雨轩外面放一把火，把所有人都引过去抓奸。等闹开了，我看他薛林怎么死。是。好戏终于要开场了。快来人啊！听雨轩走水了！快救火！三婶婶，哪里走水了？琳琳，你怎么没在屋里？屋里有些闷，我带宝蟾去别处转了转。三婶婶这般兴师动众，是在找什么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马厩那边走水了！转过去，都不许看！苏西，
上一世你早就和马奴暗中苟起，还想陷害我，这一世就让你自己享受这一切。宝钗，姑娘，你怎么烫成这样？我明明换了酒，是苏西第9时袖口上的熏香，禅情香不仅在酒里，还在香里。去净房准备2桶冷水，快！任何人不许进来。薛宁，今日马厩之事，让你受了惊吓。这是祖母让我送来的安神香。东西放下，世子请回。你手怎么这么烫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别碰我！薛宁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苏瞻，你还以为我是上一世的薛宁吗？苏瞻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，滚出去！世子哥哥，这家糕点真好吃，明日你再陪我去买好不好？薛宁，你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大清早要去哪里丢人现眼？我出府看病，碍着世子什么事了？你！薛姑娘，上车。禅情香的残余药效又上来了。薛姑娘，醒醒！薛姑娘，醒醒！福生，再快些，直接去陆府请老神医。是，世子。薛宁，我何时才能名正言顺的保护你？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神医说你体内的余毒已经清了。多谢李世子救命之恩，阿玲失态，伤了世子，实在罪该万死。既然我们已有肌肤之亲，待春闱之后，我会亲自登门，向宣义侯府提亲。不可。为何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？世子是天皇贵胄，镇国侯府门第森严。阿宁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阿宁只想寻个普通人家，过安稳平淡的日子，绝不攀附权贵。有我在，镇国侯府没人敢吃你。世子的好意，阿宁心领了，但阿宁心意已决，绝不高价。今日之事是个意外，阿宁绝不会以此要挟世子。你先在此好好休养，提亲之事，来日方长。上一世我吃尽了高价的苦头，这一世我宁愿青灯古佛，也绝不入高门。江夫人，
今日冒昧来访，打扰了。林家妹妹说的哪里话？快请坐。过几日便是亲家了，何谈打扰？给江嬷嬷请安。好孩子，快免礼。阿宁，听说你病了，我特地缠着我娘来看你。枕烟，我上一世唯一的好友。这次我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要改变所有我珍视的人的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江夫人，这几日我们魏家正忙着备礼呢。贵府二公子苏望一表人才，能结这门亲事是我们的福气。林家妹妹客气了，能娶到燕燕，才是玉儿修来的福分。上一世，燕燕就是嫁给了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被他的外属生生折磨至难产而死。燕燕，这门亲事你绝不能结。阿宁，你怎么了？苏燕公子才学出众，对我也极好啊。母亲，林伯母，今日就算得罪侯府，我也要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母亲，你也必须去亲眼看看你那好儿子的真面目。阿宁，你把我和你母亲带到这种偏僻地方做什么？嘘。燕燕，母亲，你们自己去听。余娘，你肚子里怀着我的骨肉，快坐下歇着。等我娶了魏家那个蠢笨的女人，拿到魏家的嫁妆，我就把你接进府里做平妻。林伯母，燕燕，母亲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无耻下流的畜生！林家妹妹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我教子无方。江夫人，燕燕还没过门，你儿子居然就养出个怀着身孕的外室！你这个孽障，你把你苏家的脸都丢尽了！娘，不是这样的，燕燕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勾引我的。二哥哥刚才还说要拿魏家的嫁妆养外室呢，我们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。薛宁，是你带他们来的，我打死你！表哥，林伯母，燕燕姑娘，在下陆四行，心悦燕燕姑娘已久。若魏家不弃，陆某愿以全部身家为聘，此生只娶燕燕一人，绝不纳妾。好孩子，伯母答应你。江夫人，定亲的信物，稍后便派人送到侯府退还。告辞。造孽呀！母亲，你看清了吗？这就是苏家的男人。魏家退了婚，我辛辛苦苦为二房筹谋的体面，全被他作践没了。母亲，你瞧瞧聂姨娘，既不用伺候姑舅，又不用打理钟会，却安享富贵。母亲辛辛苦苦为侯府操劳了半辈子，又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不过一身的病罢了。难道母亲愿意一辈子在苏家这个泥坑里，为一个男人和他的妾妻付出一切？阿宁，我是嫁进来的人，这个家从来只姓苏，不姓江。母亲出身清流名门，手里有着丰厚的嫁妆，这便是母亲的底气。既然他们无情，母亲何不为自己活一次？
老夫人，苏西姑娘温婉端庄，我们陆家今日特来下聘。希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四姐姐这几日不仅频频干呕，连腰身都圆润了一圈，这体态倒不像是吃坏了肚子，倒像是怀有身孕。你这毒妇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怎么能污蔑希儿的清白？请个太医来把个脉便知。四姑娘，求你不要带着我的孩子嫁到陆家，你答应过要给我名分的。造孽呀！好一个宣义侯府，竟然把一个怀了野种的破鞋塞给我们陆家，把聘礼抬走，这门亲事作罢。把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连同马奴给我连夜送回永州老宅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侯爷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都是薛娘陷害我们女儿。江锦娘，你是侯府主母，就是这么管家的？阿年说的对，这个家从来只姓苏，我这一生全毁在了这群自私凉薄的男人手里。苏一礼，这宣义侯府我受够了！这是和离书，你立刻签字！我要带走我所有的嫁妆，今日就搬离这肮脏的地方。母亲去哪里，阿辇便跟去哪里。你少拿和离来威胁我！你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，离开了我宣义侯府，你以为你还能去哪儿？不劳侯爷费心，这侯府的当家主母我不干了。这和离书，你今日若不签，我明日便去敲登文谷，告你宠妾灭妻。反了，反了！一礼，既然他非要走，成全他，我看他能有什么好下场。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！传我的话，立刻去开库房，凡是我当年抬进侯府的嫁妆，一台不落，全数装车。二娘糊涂了，你也跟着疯。你一个孤女，离开侯府的庇护，你想流落街头吗？流落街头也比待在这肮脏不堪的侯府要干净得多。从母亲签下和离书的那一刻起，我与宣义侯府便再无半点瓜葛。苏世子，以后莫要乱攀亲戚。侯爷，不好了！何事大惊小怪？江夫人把嫁妆全搬走了。小人刚才核对账目才发现，这几年侯府的日常开销、老夫人的汤药费，乃至在外打点的银钱，全靠江夫人的嫁妆铺子贴补。如今库房里只剩下不到100两现银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毒妇，她竟然把钱全抽干了！荒唐！偌大一个侯府，账上怎么可能连100两都拿不出？母亲，这几年府里的开销全靠江锦娘的嫁妆铺子撑着，如今她把东西全搬空了。侯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传出去，侯府的脸面往哪儿搁？闭嘴！若不是你成天挑唆，江锦娘怎么会走？依离，你立刻去江锦娘的新宅，无论你用什么软话，必须把她接回来。母亲，儿子堂堂宣义侯，去求一个刚签了和离书的女人，你不去，侯府明天就揭不开锅。没了侯府那些烂坛子，这铺子的进项看着都让人舒心。母亲经商手段高明，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夫人，姑娘，宣义侯在门外求见，说是来接夫人回府的。他还真有脸来。母亲别动气，我们去打发了他。锦娘，气也该消了。府里现在乱成一团，你跟我回去，掌家权还是你的。侯爷莫不是失忆了？你我已签了和离书，再无瓜葛。侯爷好大的威风，用得着我娘的银子时，就拿掌家权做诱饵。如今没钱发月例了，就拿儿女名声来要挟。你这是走投无路，跑来要饭吃吗？你放肆！你个白眼狼！来人，以后苏家人敢靠近大门半步，直接赶走。江锦娘、薛宁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世子哥哥这几日都在做什么？回郡主，
世子这几日一下职，就去江锦娘新宅那条街上转悠，只是一直没进门。薛灵那个贱人，都已经滚出侯府了，世子哥哥竟然还对他念念不忘。郡主息怒，薛灵如今盘下了城东最大的香粉铺子香菜阁，风头正盛呢。风头正盛，我偏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去，拿200两银子，找城西的黑虎帮。郡主的意思是砸了他的铺子，如果能顺便划他那张脸，我再加200两。离开了宣义侯府，连这空气都是自由的。都给老子滚出去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敢砸店？你就是薛宁！兄弟们，给我砸！把这小娘子的脸也给老子划开！全废了。有没有受伤？多谢李世子相救，我没事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大侠饶命！是夷王别院的丫鬟给了我们银子，让我们来砸店，还要毁了薛姑娘的脸。回去告诉谢宁堂，他这点下三滥的手段，我薛宁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再有下次，我亲自去翼王府要他的脸。滚！世子，属下查清楚了，今日去香奈阁闹事的是黑虎帮的人，背后是秀宁郡主指使的。愚蠢！镇国侯世子李长策恰好赶到，救下了薛姑娘。李长策，又是李长策！备马，我要去见薛灵。今日谢宁堂能找地痞砸店，明日就有可能在暗处放冷枪。你一个孤女，在东京城立足不易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薛灵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但我不想看你每日活在算计与危险中。薛宁，嫁给我。成婚，上一世在苏家的10年，已经耗尽了我对婚姻的所有期盼。我李长策承诺，你若嫁入镇国侯府，内宅之事由你做主，我绝不纳妾，绝不让人轻贱你半分。我手里的刀，就是你最硬的底气。李世子手握重兵，想要什么样的名门闺秀没有？为何偏偏选我这个刚刚脱离宣义侯府的孤女？名门闺秀千篇一律，而你薛灵，有胆识有骨气。我镇国侯府不需要用联姻来巩固权势，我只需要一个能与我并肩而立的妻子。这是我母亲留下的信物。你若点头，明日我便让媒人上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镇国侯府下聘极品东珠石材，紫檀屏风2座，蜀锦白匹，黄金10000两。凭什么？她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连给我苏家提鞋都不配，凭什么能高价镇国侯府？走，我倒要看看她一个孤女能得意到几时。你要嫁给李长岁？薛宁，你疯了吗？苏世子请自重，我嫁给谁，与你无关。你宁愿嫁给那个冷血的武夫，也不愿意留在宣义侯府。我是世子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留在宣义侯府继续看你和谢宁探双宿双吹吗？苏瞻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你我之间早就两清了。他竟然真的答应了李长君，他竟然敢弃我而去。薛宁，你想风光大嫁，想把宣义侯府踩在脚下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
莫白！世子，立刻派人去翼王别院传话，就说我苏瞻同意娶秀宁郡主为妻。世子，您之前不是一直拖着这门亲事？按我说的去做，立刻筹备大婚事宜，日子就定在薛宁出嫁的同一天。我要让全滇京城看看，到底谁的婚礼更风光。郡主，宣义侯府刚刚派人来传话，世子同意了这门亲事，而且要把大婚的日子定在下个月初8。初8？那不是薛年和李长策成婚的日子吗？正是，世子这是要用郡主的排场，去狠狠打薛年那个贱人的脸呢。好，太好了，苏瞻到底还是向着我的。薛宁，就算你攀上了镇国侯府又怎样？我可是太后亲封的郡主。立刻去开库房，把所有的嫁妆单子拿出来重新核对。我要把10里红妆铺满整个长宁街，我要让薛宁在大婚那日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瞻儿总算是开窍了，只要娶了秀宁郡主，翼王府的势力加上郡主的嫁妆，咱们侯府的危机立刻就能解了。母亲说的是，可是咱们宫中现在没钱置办聘礼，更别说办一场压过镇国侯府的大婚了。哼，蠢货！薛家当年不是留下了不少好东西吗？全去库房里翻出来，贴上红纸，先充作聘礼给郡主送去。等君主的嫁妆一进门，这笔账也就平了。母亲高明，儿子这就去办。老夫人，后不好了！镇国侯世子李长策带着大批披甲兵马，把咱们侯府大门给堵了。什么？走，出去看看。是。李长策，你带着兵马来堵我宣义侯府的门，是何居心？我今日来，是替我未过门的妻子讨一笔10年的旧债。薛家满门忠烈战死，留有良田1000亩，铺面12间，御赐12转玲珑点翠头面1套，羊脂玉净瓶1对，黄金5万两，白银30万两，共计80万两。10年来，宣义侯府以抚养遗孤为名，将薛家产业侵吞殆尽。今日，镇国侯府按律讨要。苏宁竟然真的把薛家底牌全交给了李长林，他这是要当众扒了侯府的皮！血口喷人！那些银子早就用来日常开销了，哪里还有钱还？李长春，你这是仗势欺人！太后娘娘乃是翼王府的靠山，你敢在此放肆？大庸律例，欠债还钱，太后也保不住贪赃枉法之徒。既然没钱，那就拿东西抵。来人，搬！我看谁敢！苏湛，你若再敢阻拦，我今日就让宣义侯府血流成河。薛家失窃的极品祖母绿年珠一串，恰好在老夫人身上戴着，扒下来。放肆！你们敢碰我！没天理了！我不活了！祖母，军医，老夫人晕倒了，拿长针扎百会穴，深刺3寸放血。我没病，别扎我！这是我的嫁妆，谁也不许动！金锭底部刻着薛字印记，
全是对不上账的赃物，抬走。初八大婚，我等你看我十里红妆。侯爷，世子，库房里的现银全被镇国侯府搬空了，老夫人的汤药钱都拿不出来。初八就是我与郡主的大婚之日，发过话要办得比李长仓风光，现在拿什么去迎亲？义王府要是知道咱们被掏空了，这门亲事怕是生变。宫中没钱，那就查私账。世子，侯爷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搜！这是我的卧房，侯爷，您说话呀！世子，找到了。这是我攒下提子钱，你们不能拿走。侯府都揭不开锅了，你还藏着这么多银子？这些钱拿去置办聘礼和喜宴。世子，你给我留一点，那地契是我娘家的指望。等我娶了秀宁郡主，加倍还。侯爷打我！侯爷自己书房的紫檀木案壳里还藏着3幅御赐的古画和金锭，世子怎么不去拿亲爹的钱？毒妇，你胡言乱语！去书房，把紫檀木案格砸开，东西全带走。郡主，宣义侯府那边把聘礼单子送来了，拿来。白银2000两，绢布50匹，这就是他苏三准备的聘礼。宣义侯府库房空了，这聘礼是苏世子搜了聂姨娘的私房钱和侯爷的古画凑的。我堂堂郡主费尽心思抢来的婚事，难道就换来这些破烂？薛宁那个贱人现在指不定怎么笑话我，难道让我拿着这点东西从朱雀大街上嫁过去吗？我不嫁！世子，聂姨娘的首饰和地契全都死当了，加上宫中凑的，一共1万两。1万两，李长车给薛宁下聘的现银就有1万两，这不够他一个零头。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，大家都不肯借钱。去西市地下钱庄，拿宣义侯府的祖宅做抵押，借10万两。世子，那是印子钱，9出13归，还不上会要命的。这若是让侯爷知道了，去借！只要我娶了郡主，坐稳刑部侍郎的位子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快去！宣义侯府的宅子，借10万两，拿走9万两，3个月内还清15万两。看清楚了，我们钱庄的规矩，逾期不还，宣义侯府所有女眷悉数发卖教坊司抵债。签吧。世子若是填不上这窟窿，一香，姑娘，暗卫传信，苏瞻昨夜让莫白去了西市，拿宣义侯府房契抵押借了10万两银子钱，听说还签了拿侯府女眷抵债的死去。苏瞻，前世你踩着薛家人的尸骨往上爬，今生没了我，你竟拉着全家女眷陪葬，这是你自己选的死路。随他去，印子钱的窟窿他填不上的。听说他们用借来的钱去城外买木材和红漆，正在赶制空箱子充门面。空箱子涂再多红漆也变不成金银，把东西收拾好，明日初8，我要风风光光的出门。
宁宁，今日你出阁，母亲只盼着你嫁进郑国侯府后平平安安。上一世母亲惨死，我也被烧死，这一世我终于带母亲走出了火坑。母亲放心，郑国侯府不是宣义侯府，女儿会过得好。姑娘，吉时到了，该盖盖头了。这叫什么轿子？连个金顶都没有！我是郡主，郡主，您凑回上轿吧。咱们的陪嫁丫鬟翠儿嫌这排场太丢人，刚才偷了您的金钗跑了。苏瞻，你个废物！你让我成了京城的笑话，我不嫁了。不上轿就误了吉时，义王府已经不管你了，今天由不得你，抓住他，塞进去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狗奴才！全都是紫檀木家具，连抬箱子的板凳都压弯了，里面装的全是金银。哇，郑国侯府这是把半个国库都搬来下聘了吧？世子，前面是朱雀大街交叉口，过了路口就是江家新宅。开道。李长城，今日也是我宣义侯府迎亲，凭什么我给你让路？郑国侯府迎亲，闲杂人等退避。你休要猖狂！这条街不是你郑国侯府开的。你用暗中变卖薛家田产的地契存折充当聘礼门面，也配挡我的道？哎呦，这上面写着薛家良田800亩，落款是宣义侯府，真是厚颜无耻，拿孤女的家产去给自己娶媳妇儿充面子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是诬陷！苏世子，按大庸律例，超品侯爵仪仗，低于此爵位者必须避让，再不退，杀！苏瞻，你干什么吃的？还不把他们赶走？退下。前世我在冰天雪地里等了10年，没等到他来接我。今生，他真的来了。那是我的妻子，她应该穿上这身嫁衣，走向我才对。薛宁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起轿回府。大家快看，宣义侯府的箱子是空的，风一吹就翻了。刚才还嘴硬，刚才来宣义侯府真是捡破烂充门面，打肿脸充胖子。这群吃绝户的伪君子，打他！脏死了！苏瞻，苏瞻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
你既然这么想嫁，就喝了它。给我安分守己的待在这院子里，我绝不会碰你。不想喝就不喝。这是镇北军一半暗卫的玄铁令。从今往后，这镇国侯府不仅钱归你管，我的命也交给你。你先休息，我去沐浴。我答应过你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没准备好，我绝不碰你。他竟如此信守承诺，连底牌都交给了我。镇国侯府真的和苏家不一样。世子，你怎么不用洗冲？这不合规矩。少废话。今日我在朱雀大街受尽白眼，你看看这新房，连件紫檀木家具都没有，我嫁的还不如薛灵那个孤女。闭嘴！我偏要说，你心里全是薛灵，你看着她上李长色的花轿，你连魂都没了，可惜人家看不上你。放开！苏真，你混蛋！姑娘，床榻上的被褥全是干净的。世子爷昨夜没和您圆房，若是传出去，侯府的下人会嚼舌根的。世子敬重我，不愿强迫，外人的闲话不必理会。奴婢遵命。走吧，去正堂给侯爷和夫人敬茶。母亲，请喝茶。阿贤，儿媳敬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哼，这茶烫嘴，我喝不下，我累了。婆母看阿彻的眼神全无半点慈爱，全是厌恶。这镇国侯府的内宅绝不太平。彻儿，你母亲这几日头疼病犯了，你们别往心里去，下去歇歇吧。
阿彻，这镇国侯府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这些伤疤是怎么弄的？是母亲用带刺的藤条亲手抽打的。当年，母亲已有夫君，父亲贪图母亲美貌，仗着军功强行将母亲抢入镇国侯府。母亲的前夫气急攻心，吐血暴毙。母亲日夜想杀父亲报仇，而我，是他被强迫生下的血脉。看到我，就想到那段屈辱的过往。可你终究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又何至于此？后来，母亲带来的大哥中毒身亡，二房的人在我的屋子里搜出了半包毒药。那年我才8岁，他亲手剥了我的狐裘棉衣，在寒冬腊月把我扔出侯府大门，丢进后山大雪里，要我冻死、饿死，去给大哥偿命。侯爷当年难道不管你吗？父亲常年在外征战，内宅大权全在二房手里。等父亲回京找到我时，我已经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了2年。阿彻，我信你，你当年只有8岁，绝不可能下毒杀人。有你信我便好。少夫人，城东那几家香料和丝绸铺子传回消息，宣义侯府的人昨日又来借支，说要拿几匹陈年旧布做抵押，向赊账提走一批贵重香料。全面断供。宣义侯府现在靠着地下钱庄的印子钱度日，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传我的话，京城内所有咱们名下的商铺，不得卖给宣义侯府哪怕1粒米、1寸布。姑娘说的对。听说苏世子为了还那印子钱，彻底投靠了太后一党，正利用刑部的职权四处搜刮油水呢。饮鸩止渴，既然敢伸这个手，离死也就不远了。让他先爬得高点，到时候摔下来才会粉身碎骨。世子，你连樊楼雅间的钱都出不起了吗？竟带我来这等嘈杂的大堂用膳，我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哎呦，这不是镇国侯府的少夫人吗？不在侯府里好好伺候世子，跑出来抛头露面看账本了？哼，真是沾满了一身下贱的铜臭味。你做这么多，无非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你现在悬崖勒马，跟我回去，我还能给你留个体面。苏世子，请让开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放开我家夫人！放开我家夫人！放手！大家快看，他手边上有手工纱，薛宁根本没有圆房，他还是个处子。原来是个花瓶挡箭牌，镇国侯世子压根就没碰过他。这薛家孤女也是可怜，嫁入高门却要守一辈子活寡。宣义侯世子当街抢人，也是一桩奇闻。手工师，薛宁，你的手工师竟然还在！琳琳，你看清现实了吧？你现在跟我走，只有我才会要。跟你走？跟你回去替你们苏家当牛做马，供你们吸血吗？苏战，10年来你吃着薛家的人血馒头，却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你连成婚的聘礼都要靠捡当薛家的田产，去地下钱庄借印子钱来凑。你签下死契，拿全家女眷的命去换你头上的乌纱帽。你这种人面兽心的伪君子，连给阿彻提鞋都不配。就算镇国侯府是个火坑，也比你苏战干净百倍。我无耻，我这是让你清醒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走！
谁？我来晚了，让你听见这些狗吠。没有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。他手臂上的守护师还在，全京的人都看到了，你根本没碰过他，你就是个不敢碰女人的废人。就是，镇国侯府娶个摆设回去，也不怕全城的人笑话。滚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与我夫人新婚之夜，两人坐在床榻上，清点了一宿的嫁妆账册与兵符。镇国侯府的家底全凭他做主，我敬他如神明，乐意不碰的，你也配管？一个靠借地下钱庄印子钱来充文面成婚的废物，也敢在这里乱吠！你撒谎！没有男人会放着新婚妻子不碰，你就是个废人！我看世子是被戳中痛处了吧，才拿查账册当借口掩饰自己的隐疾。世子饶命！小人胡说八道，小人猪油蒙了心，该死啊！刚才他是在嚼舌根。回世子，正是此人。砍下他3根手指。以后谁再敢妄议镇国侯府半句，这就是下场。掌柜，今日樊楼所有人的账，镇国侯府结了。明日起，在樊楼大门外立一块木牌，写上苏瞻与谢凝逼不得入内。若放他们进来，樊楼就不用开了。是，小人遵命，小人立刻去办。世子，你流血了，我扶你起来。滚开！别碰我！这不是宣义侯府的世子吗？怎么被打成这副模样？快走远些！听说他在楼上当街调戏镇国侯世子的夫人，被世子一脚踹飞了，还被樊楼立牌子赶出来了，真是斯文扫地。公公，这是下官孝敬太后娘娘的薄礼。李长琛如今手握重兵，行事张狂，娘娘若需在文官中提拔自己人来制衡，下官愿效犬马之劳。苏世子是个明白人，太后娘娘看了你的折子，觉得你是可造之才，户部侍郎的位子正好空缺，统管6部钱财。只要世子坐上去，镇北军的粮草发放，还不是世子一句话的事？下官定当为娘娘马首是瞻，替娘娘分忧。地下钱庄的死期马上就到期了，只要我拿到户部的大权，下个月朝廷拨往江南的巨额赈灾款就能先拿来填饼我的窟窿。李长城，你抢走薛宁，让我受尽屈辱，等我名正言顺地掐断你的军须，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母亲找儿媳来，有何吩咐？你年纪小，不懂伺候人，这是我特意给长彻挑选的2个通房丫头，今晚便让他们去润英阁伺候长彻。奴婢见过少夫人。镇国侯府家规第3条是什么？回少夫人，侯府重地，凡遇狐媚或主败坏门风之婢女，主家可直接发卖。把这2个人拖出去，即刻发卖给人牙子。放肆！我送的人，你敢发卖？阿彻曾立下毒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母亲若想塞人，便是陷阿彻于不义。儿媳自然不能让这等秽物脏了众英哥的地方。好，你若是眼里还有我这个婆母，今晚熬汤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放进长彻的碗里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当年大房二房的恩怨还没查清，婆母难道要对阿彻下毒手？母亲，这是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你若是不做，自己掂量着。记住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当家主母。儿媳遵命。掌柜，帮我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夫人，这是极其阴损的慢性毒药，吃上几副，人就会手脚发软，久病卧床，根本查不出病因。婆母既然真的要毒害亲生儿子，这药绝不能给阿彻吃。掌柜，你给我重新配一副药，要7根壮阳、补气补血的猛药，用一模一样的黄纸包起来，系上同样的细绳。夫人，那等猛药若是给没病没痛的健壮男子喝了，会气血翻涌，失去理智，犹如烈火焚身呐。照我说的配。你先出去，我亲自给世子熬汤。是，少夫人。阿彻，这汤熬了2个时辰，你趁热喝吧。怎么了？汤不合胃口吗？你亲手熬的，自然合胃口。阿彻向来敬重我，从不逾矩。既然已经嫁给他作为妻子了，两人总不能毫无进展吧？阿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你给我喝的汤里到底放了什么？是母亲给我的药，但我在药铺换成了补药。补药？你可知那是何等猛烈的药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……我知道那是猛药，我若不换成这副药，你今晚是不是又要去书房睡？阿彻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你先出去，我叫福生备冷水来。这药性太烈，我快控制不住了，我不想伤了你。这个长命锁上面有划痕，这是我8岁那年丢在后山的那个。你8岁那年，在后山大雪里，把它送给了一个快要饿死的小乞丐，还给了他半个发硬的馒头。原来那个乞丐就是你。他从那么早以前就把我记在心里了，娶我根本不是为了弃宣义侯府，他是一直在拿命护着我。你早就认出我了？是，10年来，我一直在暗处看着你，守着你。薛宁，那药性太烈，我快控制不住了。你若是现在不愿意，就立刻走出这扇门，我不强迫你。我不出去。
阿彻，你做什么？我李长策今日在此立下歃血毒誓，此生若负薛宁，必遭万箭穿心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上一世我惨死火海，这一世我终于等到了一个愿意拿命来护我的人。阿彻，我愿意把自己完完整整交给你。醒了，今日不用去正堂请安，你想睡到几时便睡到几时。不行，母亲昨日既然敢给我毒药，今日见你安然无恙，定会再起波澜。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动你。那枚玄铁令你收好，侯府的暗卫全部听你调遣。你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我，这侯府的内宅我就替你守住。长公主今日在京郊举办生辰游园会，送了请帖来。你若精神尚可，便去散散心。我让福生带2队暗卫跟着你。阿彻放心，我应付得来。世子，少夫人，长公主府的马已经在侯府门外候着了。这位姑娘，你的玉佩。放肆！长公主之女嫣然郡主的东西也是你能碰的？退下，不得无礼。多谢这位夫人。苏瞻和太后设局，让你们假意绑架嫣然郡主，好让苏瞻上演一场英雄救美，去套取长公主的信任和支持。你若是顺手把那个穿浅青色衣服的女人一起抓上摘星楼烧死，我私下再给你1万两黄金的银票。哼，拿钱办事，成交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宝婵，放开我！我是长公主的女儿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绑的就是你们！去刑部告诉苏大人，长公主府走水，人已经被困在楼顶了。太后和苏瞻设下的这出苦肉计，只要按计划把苏瞻引来，救下郡主，我拿到通关文牒就能远走高飞。不要杀我！我不想被烧死！好蹊跷的绑架！若是太后为了夺兵权要挟长公主，抓嫣然郡主一人足矣，为何连我这个毫不相干的侯府夫人也一并绑来？而且这大伙只为不公，死士也不急着逃命，分明是在刻意等什么人。苏大人，长公主府摘星楼走水，太后派去的人已经绑了嫣然郡主。戏台已经搭好，等火势再大些，本官再带人去救嫣然。长公主必定对我感恩戴德，太后那边的计划也算完成了。立刻点齐人马，本官亲自去救人。可是此事不仅绑了郡主，还把镇国侯府的世子夫人薛宁一起困在了火海顶层。你说谁被困在火里了？薛宁。莫白，调集刑部所有弓箭手，立刻包围摘星楼。苏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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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
苏大人，火势太大，这华岩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，你选吧，先救谁？苏大人，救我！我母亲是长公主。这根本不是寻常绑架，是他和太后为了往上爬设下的毒计。这本是我和太后设下的局，若嫣然死了，长公主定会让我陪葬，我的仕途就全毁了。可薛宁，只要他肯服软，我就算拼尽一切也要救他。薛宁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只要你求我救你，向我认错，我立刻保你性命。他借着毒计，拿我的命来逼我低头。两世为人，他这种自私透顶的本性，从未变过。求你，苏瞻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舍不得你的前程，又想在这里装深情，真是让人作呕。薛宁，你想死吗？你服个软能怎样？我薛宁就算烧成灰烬，也绝不碰你宣义侯府的一块砖。先放嫣然郡主。既然谈不拢，你去死吧！苏瞻，若有来生，永不相见。念念，不！阿彻！上一世我身陷死局，是他拼死护我；这一世我遇险出剑，也是他将我从深渊救起。他总是不顾性命的护着我。阿彻，阿彻，你醒醒！他连命都不要了，跟着我跳下火海深渊。今生我绝不能让他死。薛灵，少夫人，属下救驾来迟，快带世子回府。大嫂，长城为了个女人跳进寒冰湖，大夫都说活不过今晚了。他害死他大哥，如今也是他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这侯府的钥匙，你拿去便是。大嫂啊，大嫂，你真是蠢得可怜！你以为你恨了10年的仇人是对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当年你那个短命的大儿子，喝了我亲手加了料的毒汤，死得透透的。是我把剩下的毒药塞进李长策的床底下。你个蠢货，把亲儿子当仇人恨了10年，这侯府的爵位注定是我们二房的。是你毒死了我的大儿子。薛宁，你敢打长辈，给我把他拿下！福生，拿下！少夫人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少夫人放过我们。二房谋害侯府嫡子，聚众夺权，全部绑了，押入地牢。等阿彻醒来，再行发落。母亲，阿彻被您错怪了10年，却从未辩解半句。只要薛莲活着1天，就绝不让任何人动镇国侯府1分1毫。我错怪了他10年，我亲手逼死了我的彻儿啊！不用忙了，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这伤便好了一大半。你跳下来的时候
就没想过自己会死吗？我发过洒血毒誓，此生绝不负你。若你死了，我绝不独活。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快去请大夫。恭喜世子，少夫人迈向华月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。只是少夫人之前受过惊吓，还需静养保胎。阿彻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我李长策定拿命护你们母子周全。宁宁，别跳，抓紧我。苏珊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夫君，他死活不肯签和离书，谁知道他肚子里怀的是哪个野男人的狗？留着也是侯府的耻辱。你不配生下我的孩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我亲脚踹死了我的孩子，是我把他丢在火里。过百，拿刑部密令，立刻去京郊西大营点燃烽火，传军营华烈的军情。世子，伪造军情是杀头的大罪，我让你去，把军情直接报给郑国侯府。世子，西大营烽火连天，刑部传来急报，军营哗变，请世子立刻带兵出城平叛。军情紧急，我必须立刻出城。暗卫全部留在府里护着你，任何人不得靠近若英营。你当心有诈，平安回来。这里是明月阁，前世苏瞻就是把我关在这里，最后大火将我烧死，他竟然又把我关回了这里。宁宁，你醒了。这是我们曾经做夫妻的地方，我把它布置的和当年一模一样。你喜欢吗？你碗里端的是什么？这是太医院配的落胎药，你喝了它，把李长思的孽种打掉，以后你就永远留在这里，做我的妻子。苏瞻，你做梦！你碰我一下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你喝不喝？李长泽出城平叛，短时间内根本回不来。你以为还会有人来救你吗？苏瞻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把这根簪子刺进我的喉咙。你就算得到一具尸体，我也绝不喝你的药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你别动。来人，叫大夫。苏瞻，滚出来！给我砸！看死他！绝对不能让他跑了！我虽已和离搬走，但这侯府的每一条暗道，每一个狗洞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走水了，快救火！玲玲，从这里出来，顺着后巷的暗门跑。母亲，您怎么进来的？长车在前门攻打，我便从暗门潜入来救你。快走，别回头！薛宁，你站住！我来迟了。阿彻，带我回家。江南水患引发流民暴动，
此去平叛查案，凶险万分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放心，为了你和孩子，我绝不会有事。我不在京城，苏瞻如今搭上了长公主，我怕她对你不利。我把府里最精锐的30名暗卫全部留给你，护你周全。世子，探子回报，李长策今日清晨已经率领大军离开京城，前往江南平叛了。他终于走了。朝廷拨给江南的80万两赈灾款，全都结下来了吗？回世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全部换成私银，分批运往城外的黑水赚了。江南没有赈灾款，流民就会变成反贼。李长策拿什么去平叛？我要让他死在江南暴民的刀下，让薛宁彻底失去依靠，只能回来求我。少夫人，江南岸县传回消息，朝廷拨下去的80万两赈灾银根本没有入库，全被刑部尚书苏瞻暗中扣押了。扣押赈灾款？江南水患严重，若是没有这笔钱安抚流民，阿彻面对的就不是平叛，而是整个江南的暴动，他必死无疑。苏瞻对外宣称赈灾银还在筹措，运银车队全被拦在京城，1两银子都不准南下。苏瞻，这是因私废公，要借刀杀人！立刻把我名下的5间丝绸庄、3间当铺、2家酒楼全部盘出去，换成现银。少夫人，这可是您全部的嫁妆家底啊！若是现在急售，买家定会压低30%价格，压低1半也要卖。拿到现银，立刻去黑市买粮，不管多高的价格，3日内我要筹齐10万担粮食，亲自押送下江南。少夫人三思啊！为了江南灾民砸锅卖糖，侯府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没有国哪有家？阿彻在江南拼命，我岂能守着这些死物？立刻去办。少夫人，前面就是黄州城了，您的身子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们进城休整一晚吧。黄州知府是苏瞻的门生，我们一旦进城，粮食必定被他找借口扣下。传令下去，绕过黄州，走城外密林，直接南下找阿彻。少夫人，前方道路中央倒着几棵粗大的树干，挡住了去路。这树干切口平整，是被人刚砍断的。不好，有埋伏，全体戒备，结阵护粮。苏大人交代了，留你一命带回京城。至于你肚子里的孽种，今日就死在这里吧！敢在我的地盘劫赈灾的粮，杀无赦！多谢好汉救命之恩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宁宁，真的是哥哥。3年边兵传回他的死讯，连尸首都没找到，他竟然还活着，真的是你。是哥哥回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当年我身负重伤，脸上被砍了一刀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我知道回京也是死路一条，便假死藏身江南，暗中建立起义军，查探当年真相。这狼头图籍是北狄皇室的专属标志，这羊皮信上的文字也是北狄文。苏瞻扣押的赈灾官银居然和北狄的兵器混在一起。哥哥，苏瞻把赈灾款换成私银，是打算通过江南水路运给北狄大军，他通敌叛国。不仅如此，我截获这批赃款时，押送的头目临死前喊了一句北狄话，朝中必有比苏瞻地位更高的人在做内应，才能瞒天过海。阿彻带兵在江南查抄贪官，必定会查到这批赃款的去向，苏瞻他们绝对会杀人灭口。全军拔营，哥哥亲自带兵护送你南下，去救李长彻。
替大雍皇帝养了30年的野种，这太后哀家早就当够了。江南那80万两赈灾银运出海了吗？回太后，已经全部装船发往北地，只是李长策在江南查得很紧，已经端了我们2个暗状。李长策必须死，这是苗疆的噬心蛊，沾染分毫，3日内脏腑溃烂而死。微臣明白，李长策一死，镇北军群龙无首，待北狄大军南下，娘娘便可恢复本族荣华。80万两赈灾银全被调包了。世子，这里有本出港的名册。所有装载银两的船只全部走东海航线，目的地竟然是北狄的军港。苏瞻这是在拿大雍的国库去养北狄的军队。封锁所有港口，传信回京，800里加急。世子当心！苏大人说了，这噬心蛊无药可解，你就在这里等死吧。世子，福生护卫，世子中的是苗疆绝毒噬心蛊，毒气已经逼近心脉，若是3日内拿不到下蛊之人的独门解药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用内力逼，用药材吊。世子若死，你们全都陪葬。蛊毒入血，外力根本逼不出来啊！少夫人，擦擦汗吧。这3个月，咱们日夜兼程的筹粮赶路，您的身子都熬瘦了一圈，唯独这肚子见天的长。不快些赶路，阿车在江南南就要断粮了。阿车中蛊，一悬一线。苏瞻为了掩盖通敌的账册，果然下了死手。哥哥，粮草车队行进太慢，全部交由副将押送。你点齐500精锐轻骑，随我立刻脱离大队，风速赶往黑水山庄。宁宁，你怀着5个月的身孕，连续骑马狂奔会一尸两命的。他等了我整整10年，我绝不让他死在江南。出发！撤！阿彻，撑住，我马上就到了。琳琳，宁宁，有没有伤到孩子？我们找个破庙避避雨再走。没有时间了，黑水山庄就在前面，给我备马！阿彻，我带兵来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少夫人，苗族杀手包围了山庄，他们放话，交出世子查抄的赈灾出港明链，才肯给解药。里面的镇北军听着，3个时辰已到，再不交出名册，李长错就等着化成一滩血水吧。宁宁，你怀着身孕，不能一个人出去，
我带兵杀出一条血路，把解药抢回来。哥哥，蛊毒解药一旦毁坏，阿彻必死无疑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我用名册做饵去换解药，若我失手，哥哥立刻带义军放箭，一个活口也别留。苏瞻要的名册在这里，解药拿来。你一个大肚子的女人也敢单刀赴会？跪下，把名册双手奉上，老子再考虑给你解药。我的眼睛！都别动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我立刻割断他的喉咙！全都退后！谁敢动，我立刻杀了他！名册还你们！宁宁相信！李长策没死，放箭，杀了他们！一个不留，放箭！太后恕罪，微臣派去江南的苗疆杀手囚全军覆没。李长策不仅解了蛊毒，还和一支来历不明的绿林义军会合。江南知府被他斩首，我们通敌出港的账册落入他手了。蠢货！账册若被李长策送回京城，哀家和你都要被千刀万剐。太后放心，微臣已查明，他们就藏在江南城外的黑水山庄。微臣亲自带兵，今夜便去踏平山庄。给我杀进去！除了薛宁，不留活口。账册必须搜出来。宫庄！阿彻，肚子好痛，羊水破了，孩子要出来了。宝蟾，备热水叫军医。少夫人动了胎气，早产了。世子，外面已经被敌军包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只管接生，有我在，谁也休想踏入这扇门半步。死守后院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产房。少夫人用力，已经看到头了。他们在里面，杀！死！我有孩子了，杀！我当舅舅了，一个也别放过！
琳琳，辛苦你了。琳琳，这小子的眉眼和你一模一样。找到了，苏战出卖薛家军的密信，还有转移赈灾款的账册，全在这里。这就是苗疆噬心蛊，3日内没有解药，必死无疑。滚回去告诉苏斋，李长寸蛊毒发作，命不久矣。赈灾账册已毁在火中，若敢吐露半个字，杀无赦。大人，小人亲眼所见，李长彻毒发吐血，大营内已经在准备丧服，账册也全毁在了大火里。死得好，李长彻终于死了。去，立刻让人在城外搭建素棚，准备素车白马，本官要亲自去城门口迎接镇北侯的灵柩。薛女，你费尽心机，最后还不是成了寡妇？这天下能给你和那个孽种庇护的，只有我苏战。等你披麻戴孝跪在我面前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谁才是你唯一的男人。等薛年的马车一到，立刻把他带进本官的丧棚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大丈夫只盼功名不镇北侯平叛有功，护佑江南，侯爷千岁！白将军救济灾民，将军千岁！大人，大探清楚了，不仅把江南知府的师爷活着带回了京城，还把他关在镇国侯府后院的柴房里，那是人证。师爷主管江南钱粮流水的账目，他若在明日早朝上开了口，太后也保不住我。立刻调集府里培养的所有死士。今夜子时，突袭镇国侯府后院，把那个师爷剁成肉泥。中计了，撤！苏瞻派你们来灭口，他不知道这招叫瓮中捉鳖吗？江南的师爷此刻早已被我安置在刑部大牢的死囚室里。苏簪为了保命，今夜连夜进宫面见太后，已经把你交出去当了替死鬼。供状上写明是你私通外敌，贪墨官银，苏簪亲自签的字。你不信，看看上面的大印。苏瞻过河拆桥，好，我招！江南赈灾银换成私银装船的码头，交接的信物我全都知道，我要让他给我陪葬。
皇上明鉴，李长彻伪造江南知府密信诬陷微臣通敌，那些银两根本没有出海，而是微臣派人运去北方购买粮草了。李长彻拿不出银两出海的账目，全凭一张嘴，这是蓄意构陷内阁大臣。一品诰命，郑国侯夫人薛灵觐见。臣妇薛林叩见皇上。臣妇掌管京城至江南的53家商铺暗网。过去3月，臣妇的商铺日夜追踪，将苏瞻贪没的80万两赈灾银兑换私银的钱庄印花、装船的码头批条，以及运往北敌军港的吃水记录，全部记录在册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苏瞻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拿着朕的国库去养北敌的兵马，你罪无可恕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薛宁，你陷害我。苏大人，天网恢恢，薛家军的血债，今日你该还了。乱臣贼子，传朕旨意，骤夺宣义侯府一切爵位，查抄全部家产。苏瞻通敌叛国，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苏氏满门，男丁流放，女眷发配教坊司。皇上饶命，微臣冤枉！皇上饶命，微臣冤枉！皇上，皇上！北狄的细作，你伙同苏战倒卖国库赈灾银，企图谋夺大雍江山，朕今日就替先皇清理门户！你敢！哀家是太后！传旨，废除太后尊号，赐毒酒。通敌叛国的畜生！太后刚刚已经被皇上赐了毒酒，你就在这里等死吧！这是我的嫁妆，我是郡主，太后娘娘会诛你们9族的！太后勾结外敌，已被皇上赐死。谢宁堂，你买通死士，放火谋害诰命夫人，罪证确凿，皇上已赦夺了你的郡主封号，全部查抄，带走。毒妇，活该！宣义侯府都是一群烂了心肝的畜生！夫君，你看，太后娘娘赏我东珠了。我是首府夫人，全京城我最尊贵。疯婆子，靠山都死绝了，还首府夫人呢？滚一边去！开婶儿，这侯府都要被抄了，你把这个簪子给我，我好拿去打点孕妇啊！不开，这是我错了半辈子的蹄子钱。苏禅犯的死罪，凭什么连累我？我早就定了亲要出嫁了。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平日里吃里扒外，现在全家都要被发配去教坊司当官妓了，我打死你！奸妇，你平日里贪墨侯府的月薪银子，那好处是怎么不说？你自己去教坊司接客吧。这一世，宣义侯府的债彻底清了。以后，镇国侯府就是你永远的家。宁宁，你来看我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宣义侯府已被满门抄斩，太后已被皇上赐死。你苦心故意算计两世，最终只落得个断子绝孙、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别放火！我的孩子，别踢我的孩子，疼，好疼！谢宁堂，你这个毒妇，是我害了我的孩子。阿彻，我们回家。父亲，
母亲，薛家军的沉冤今日彻底洗血，通敌的奸臣已被正法，薛家满门忠烈，你们在天之灵安息吧。两世的恩怨，今日终于了结了，我只有你们了。母亲，伯爷，快请上座。这是给阿渊买的。如今朝堂清明，我与伯爷在城外置办了宅子，每天种种花草，日子清静得很。看着你和长泽好好的，我这心里就彻底踏实了。琳琳，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也要当娘了。夫人慢些走，大夫说了，你要静养，万不可跑跳。阿渊刚醒，奶母正在喂他吃食，大家快请入座。今日亲友齐聚，我们以茶代酒，祝大家岁岁平安，圆圆满满。上来。阿彻，你是当朝首辅镇国侯爷，这街上人多眼杂，被御史看到要参你一本的。少废话，坐好。宁宁，这大庸的太平盛世，我陪你生生世世看下去。阿彻，你再这么惯着他，他以后要把镇国侯府的屋顶都掀了。掀了便掀了，大不了我再盖一座，只要夫人高兴就好。哥哥昨日来信说边关户事已开，北狄10年内无力再犯，大仇已报，家人安康。阿彻，我只觉得这日子美满的挑不出半点错处。前世的苦难都已经过去了，宁宁，我说过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不止这一生，阿彻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。